Hello， 大家好，我是文杰，欢迎回到我的 EasyKeys 2系列视频课程。这一节我们来了解 EasyKeys 2中的导入与导出功能。首先，我们来看看最为常用的将 EasyKeys 2中的 MIDI 导入到宿主软件中的方法。例如，我这里已经有编辑好的歌曲轨道了，现在与宿主软件是同步的，我们来听一下。我想给你春天般的笑颜，就像孩子一样，在美丽花园。当我们想要在宿主软件中对这些 MIDI 进行编辑时，可以直接将这些 MIDI 片段拖放到宿主软件中。如果想要全部拖放过去，也可以先使用快捷键 Ctrl+A 全选所有 MIDI 片段，然后拖放到宿主软件中的 EasyKeys 2所在的 MIDI 轨道中。你会看到所有的 MIDI 片段会在宿主软件中的 MIDI 轨道中形成一个完整的 MIDI 事件条。为了避免在播放过程中同时触发宿主软件中的 MIDI 事件和 EasyKeys 2中的 MIDI 片段，我们可以关闭 EasyKeys 2中的跟随宿主功能按钮。现在来播放宿主软件，就可以得到和 EasyKeys 2中相同的效果了。我想给你春天般的笑颜，就像孩子一样，在美丽花园。这样的好处是可以在宿主软件的钢琴卷帘窗中对 MIDI 音符进行自由的编辑。另外，也可以将 MIDI 事件拖放到其他音色插件所在的 MIDI 轨道中，来替换成不同的音色。例如，我这里是另一个钢琴的音色。我想给你春天般的笑颜，就像孩子一样，在美丽花园。当然，也可以让两个轨道的钢琴音色一起播放。我想给你春天般的笑颜，就像孩子一样，在美丽花园。当我们需要在其他宿主软件中使用在 EasyKeys 2中编辑好的歌曲轨道时，可以将歌曲轨道中的内容导出为 MIDI 文件。方法也很简单，单击 EasyKeys 2的轨道菜单，在这里提供了将歌曲导出为 MIDI 文件命令。单击此命令，在打开的窗口中选择要保存的目录，以及为 MIDI 文件起一个名称，然后单击保存。此时就将当前的歌曲轨道导出为标准的 MIDI 文件了。您可以将这个文件导入到任何宿主软件中去使用，但需要注意的是，导出的 MIDI 文件中并不包含宿主软件的工程速度信息。例如，我当前的宿主软件工程速度是84，而 EasyKeys 2如果不激活跟随宿主功能的话，其内部速度是123，所以刚才我导出的 MIDI 文件中的速度实际上是123。要想导出正确的速度信息，需要在导出之前停用跟随宿主功能，并将 EasyKeys 2中的内部速度设置正确。例如，我这里设置为84，然后再导出一个版本。这样导出的 MIDI 文件就会包含正确的速度信息。现在我们到独立运行版本的 EasyKeys 2中，看看有关导入 MIDI 的相关操作。我们可以从轨道菜单中选择导入 MIDI 文件命令，来导入歌曲轨道。我先选择刚才保存过的第一个版本，然后会看到导入 MIDI 设置窗口。在窗口中，我们可以选择是否要导入 MIDI 文件中的速度信息。
可以看到这个 MIDI 文件原来的速度是123。下面还有一个人性化选项，勾选这个选项后， EasyKiss 2会对 MIDI 中的音符力度和节拍做细微的调整，来增加演奏的真实性。下方还有一个调号转换菜单，默认选择的是不进行转换，这里还提供了转换到当前工程调号，默认是 C 大调，以及编辑原始调号菜单，这里显示了原始调号升 G 小调，在此菜单中可以指定为其他需要的调号。当然，这个操作也可以在导入之后，在 EasyKiss 2的调号设定菜单中进行设定。最后还有一个更多功能按钮，激活后可以看到更多的选项，这里有是否导入拍号的选项，以及 MIDI 文件内部轨道的选择。如果保存的 MIDI 文件中包含多个轨道的话，可以在这个菜单中选择要导入的轨道。下方还有当前轨道的 MIDI 音符预览，也可以直接播放试听。其播放速度是这个 MIDI 文件中自带的速度信息。单击导入按钮进行导入，导入后可以看到歌曲轨道中的所有内容，但速度依然是默认的120。在 EasyKiss 2的轨道菜单中还提供了一项从 MIDI 文件导入速度信息命令。这个命令并不会导入 MIDI 文件中的音符，而是只导入 MIDI 文件中的速度信息。选择这个命令，然后打开刚才保存过的第二个版本，这时就会看到工程速度变为84了，也就是刚才我保存第二个版本时设置的工程速度。最后，我们来看看导出音频的功能。您的歌曲或许只需要一个钢琴伴奏的音频文件，例如用在现场演出，只需要给音响师提供一个音频文件，或者可能需要将编辑的结果发给歌手试唱一下，显然使用音频文件会更为方便。此时可以选择轨道菜单中的将歌曲导出为音频文件命令。在打开的设置窗口中，可以选择音频质量，是标准质量的16位音频，还是更高质量的24位音频，以及导出文件名称的前缀。单击导出按钮，选择一个保存目录，然后 EasyKiss 2就开始导出了。提示导出完成，可以选择显示文件所在文件夹，或者直接点击 OK 按钮来关闭这个窗口，这样音频文件就导出完成了。好，我们来总结一下。如果只是需要在宿主软件中对歌曲轨道中的 MIDI 继续编辑，只需要将歌曲轨道中的内容拖放到宿主软件的 MIDI 轨道中即可。如果想要在其他软件中使用歌曲轨道中的内容，则可以导出标准的 MIDI 文件。但是要注意，默认导出的文件是 EasyKiss 2的默认速度，而不是宿主软件中设定的速度，所以需要提前设置一下 EasyKiss 2的内部速度，才能导出包含正确速度信息的 MIDI 文件。如果是在 EasyKiss 2的独立运行版本中，除了正常的导入 MIDI 文件以外，还可以只导入 MIDI 文件中的速度信息。另外，如果您想要导出的 MIDI 文件中可以包含歌曲轨道的速度变化，则需要在独立运行版本的速度编辑器中先编辑好需要的速度变化，然后再导出 MIDI 文件。有关速度编辑器的用法，请参考我上一节课程中的讲解。好，这节课程就到这里，下一节我们来了解 EasyKiss 2中的网格编辑器。如果您喜欢我的频道，请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这样就不会错过我每一期的内容更新了。感谢您的支持，我们下个视频再见。